不祥的预感。毕竟下一场就要打邪魂师了。还是小雅领导的。啊！宇浩，再次感谢你们对傲天手下留情。唐门和天魂帝国渊源深厚，自当以和为贵。对，打比赛谁会杀人呢？吓吓他的，谁让他为了赢对宇浩动了杀心？冬儿妹妹，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傲天是我未婚夫，真不知道该羡慕你们谁的福气了。一对金童玉女，般配。你们这些小怪物不是更般配？周老师，好了，该进入正题了。高级隔音魂导护罩，开。关于徐天然的阴谋吗？聪明，不愧是你，宇浩。直到循环赛，我们派3波探子回国递送消息，都毫无回音。我身边的93级星云斗罗亲自反悔星罗，他老人家也失踪了。这个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我们本体宗的封号斗罗跟进侦查，名都周围也被布下天罗地网。我们这群人犹如瓮中之鳖，被徐天然的阴谋大手牢牢笼罩。徐天然要对付本次参赛的所有精英队伍，看来他已经做好了发起战争的准备。玄老亲自巡视山脉，发现他们并没有把名都四面都围上，而是围3留1，空出西面。我们需要集中力量从这个方向突破。周老师，史莱克来了多少力量？玄老、仙院长和海神阁4位宿老，共6位封号斗罗。学校真的很重视我们的安危。那我们加起来已经超过12位封号斗罗了，希望很大。不，这才正中徐天然的下怀。宇浩，你的意思是徐天然正希望12位前辈强者为了我们冒险闯那条路？那不是活路，肯定是一条必死之路。徐天然好阴险的心思，差点中了他的陷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计策，请说。佯攻明德堂，实则刺杀徐天然。徐天然一死，日月继承之争爆发，紫薇可解，战争不起。我赞同。周老师，您怎么看？2位公主怕是早已商量好，要拉着史莱克共谋大计。我虽已看破，但大敌当前，不能和朋友势力起内讧。我不能代表学院做决定。徐天然身为日月摄政王，有明德堂和圣灵宗2个盟友，此次行动难度极大。我们唐门会与史莱克、海神阁苏老商议，再告诉2位公主我们的答案。那就定于半决赛之后吧。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2位公主并不简单，他们想维护2国的利益，如果能以命换命，他们能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命交换徐天然的命。九九公主，你们史莱克前任队长是马小桃？是的，有小桃姐消息了。我的线人来报，疑似马小桃的魂师守护在皇宫，圣灵宗黑衣人称呼她为火凤圣女。火凤圣女，小桃姐。果然是圣灵宗。明天的半决赛千万小心。小桃的情报是他们邀请我们史莱克加入行动的筹码。刺杀徐天然？日月帝国现任皇帝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上台后根基不稳，各方势力争权夺势，政局混乱了很久。而徐天然在众皇子中以铁腕手段脱颖而出，最终获得太子之位。如今，整个日月帝国各方势力已经被徐天然整合，他这个摄政王，实际已经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掌控者了。徐天然一向主战，而且日月帝国皇帝身体已经不行了。如果让徐天然统治日月帝国，战争很快就会发生。只要他死了，日月帝国必定会出现内乱，就能让战争延迟一段时间，让各国充分做准备。我观察徐天然确实很有枭雄的味道，这人看上去十分阴沉，
又拉拢了明德堂主敬红尘，甚至连那圣灵宗很可能都是被他拉过去的。这么一个人，想要偷袭将其击杀，恐怕很难。他们要发起这次行动也是迫不得已，毕竟事关两国安危。相比于国家的利益来说，个人的生命都是小事。那我们要不要加入这次行动？我会将此事上报学院，想办法把小桃接回来。当然还有小雅。不过孩子们，明天的比赛切忌感情用事，尤其是你，贝贝。大师兄，贝贝，对付圣灵宗还是我打头阵吧，这我比你有经验。王秋儿，你们今天对本体宗的比赛很不错。对阵圣灵宗加油！期待决赛和你们相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会夸奖别人。不用这么把我围着吧，太夸张了。你可是我们获得冠军的最大依靠啊30说的不错。出发，出发！预祝咱们唐门战队早日凯旋！父皇那边如何了？陛下经常昏迷，失去意识，军方有什么反应？很平静。自从我们掌控了名都卫戍区后，军方的反对声消失了。帝国一半的军队都掌控在我们手中，只有1/5在您政敌的控制下。我登上帝位后，他们死硬到底的话，你就去走一趟。是。你做得很好，橘子。我登基之后会立你为皇后，将来一统大陆，你就是我的元帅。谢殿下。大赛筹备的差不多，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先不要招惹。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与我们的人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去请庄离先生来，我有要事与他相商。是，殿下。比起这种钢铁城市，还是史莱克城更有人情味。终于到了。
魂师大赛的贵宾吧，欢迎入住明月酒店。看来各国前来参赛的学院还有宗门都住这里。好豪华的酒店呐，报名的人多到要爆炸。恐怕全大陆1/5的顶级魂师、魂导师都聚集在此了。你们稍等，我去报名。好危险的预感。此人是谁？小雅老师。小雅，你这些年究竟去了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苦？大师兄，小心！邪虎斗罗张鹏，小雅，大师兄，你冷静点。怎么回事？小雅的魂力里竟然有邪魂师的气息。是圣灵教。冬儿，先助大师兄疗伤。先把大师兄送到房间再说。晚上好，女士。大师兄，伤害你绝不是小雅老师的本意，她应该是被圣灵教的人控制住了。无论怎样，现在总算知道了她的下落。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救出小雅。圣灵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邪魂师组织，却能明目张胆现身，甚至参加大赛，恐怕都是出自主办方日月帝国的默许。圣灵教由强大的邪魂师组成，而日月帝国拥有极强的魂导器技术，两相互补，他们这番联合，一定是为了更邪恶的目的。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已经不是单凭唐门或者史莱克可以解决的问题。宇浩，你去找星罗帝国的99公主商议一下吧。我也一起去吧。如果能尽力促成唐门和星罗帝国的合作，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霍宇浩，你说的是真的？句句属实。邪魂师是全大陆公敌，日月帝国公然与其勾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宇浩，感谢你的情报。九九姐，我可以进来吗？这声音是……难道维娜也是皇室成员？你认识维娜？她是天魂帝国的公主。99公主，可以让维娜公主进来一起协商吗？我有一件宝物想跟你们分享。霍宇浩，好久不见。你这是？一些意外，不提了。居然有这种事！99姐，以日月帝国和圣灵教的实力，一旦开战，我们任何一国都无法抵御。你打算怎么做？联合。我会尽快向皇兄禀报。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有一线可能逆转形势。两位公主殿下，合作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不过，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史莱克学院，而是我们的宗门唐门。唐门。这是宇浩研制改良的诸葛神弩炮，虽然是4级定装魂导器，其威力却可以与6级魂导器媲美。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充能奶瓶。这件魂导器就当是我们唐门的一点心意，你们可以拿回去研究。如果有意愿合作，我们随时恭候。诸葛神弩炮。冬儿，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不仅让天魂帝国也成为了我们的潜在合作对象，还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轩老师研发的密封奶瓶技术。想来唐门很快就会多出2名新客户了。轩老师亲自监工的唐门地下工厂已经开始建造了，等完工后，一些高阶的魂导器也能投入生产。再有星罗天魂2国的支持，相信能遏制一下日月帝国的行动速度。冬儿，你辛苦了。其实你不必做这些，我知道你性子直率。这是我自己想做的。昊天宗与唐门同气连枝，发展唐门，我义不容辞。眼下还有件棘手的事，明天魂师大赛就正式开始了。可是大师兄的伤势，至少还需要静养10天。您正在收看的是日月电视台。本台消息：第2024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正于今天在郊外大赛场馆内隆重举行。欢迎诸位来到日月帝国名都大赛会场。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由本亲王主持，有请参赛的167支各学院和宗门代表队登场。冬儿，你的商业头脑这么快就帮唐门取得了开门红。刚刚那2位公主递了消息过来，以后每个月唐门供给他们各10架诸葛神弩炮。冬儿，这是你谈下来的，以后就由你负责吧。宇浩，我养伤期间，比赛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哇，这么多参赛队，比上一届大赛规模大多了。最后即将登场的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代表队。全大陆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实乃千古难遇之盛事。摄政王，摄政王妃。
看来这位太子下一步就是登基为帝了。那是龙皇斗罗凌逍遥，他竟然也来了，还护卫在徐天人左右。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日月帝国果然与圣灵教狼狈为奸。99级的至高存在站对日月帝国，看来斗罗大陆的局势已经非常微妙了。各位日月帝国的子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我代表摄政王殿下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时，我代表摄政王殿下宣布，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现在开始。众卿，入座吧。欢迎各位，我是本场的裁判。预选赛阶段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屠龙宗，个人淘汰赛，双方队员入场。来自斗灵帝国的屠龙宗战队，不怎么样啊！真是！全场以隆重的掌声有请来自日月帝国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战队。第1场比赛本该是上届冠军率先登场。主办方居然明目张胆把史莱克学院换成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本届大赛的赛制是每场比赛由1轮个人淘汰赛和1场团战组成。个人赛7场获胜，总计7分；团战计5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队个人赛开场1穿7，团战就不用再打了。奇怪，魂导师明明在团战上优势更大，日月帝国怎么会颁布这样的比赛规则？个人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孟红尘对战屠龙宗风慎。孟红尘，日月帝国算盘打得不错嘛。按照往届大赛规则，揭幕战是要上届冠军出赛的。但上届的冠军史莱克学院却首轮轮空，自然就由他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大显神威了。女皇魂王，这个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比赛开始。斗罗大陆宗门林立，这些宗门往往精于同一种武魂的修炼，因此更容易培养出强者。等等，你们看。个人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请屠龙宗派出下一名队员。
比赛开始。预选赛第1轮，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一川七，那个孟红尘气势像一川七的壮举。而且他的对手屠龙宗并不是弱队，有2名武魂魂王压阵，在他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届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比5年前更强了，他们对冠军势在必得。唐门的首战在明天，我们再看看首轮其他对手的表现。允许宗门参赛后，这届大赛全乱套了，一半的传统强队被宗门队伍淘汰了。有意思的是，维纳和暮雪明明是天魂帝国皇室成员，却代表一个叫血魔宗的宗门出战。这次大赛，宗门战队的实力普遍高于学院战队，更加显得揭幕战轻松取胜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实力恐怖了。你们似乎对孟红尘、伊川七并不怎么意外。红尘兄妹作为交换生进入史莱克的那段时间，我跟他有过几次切磋。他虽然是魂导师，却在武魂修炼上极具天赋，学院也不藏私，所以他在学院3年，武魂修炼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而且他隐藏很深，我们是探不出他实力的极限。他的实力，我估计已经有65级了。你们在这里啊？孟红尘，你们怎么不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比赛啊？真是让我好找。你找我有事？我从组委会那里查到，你们这一次是代表唐门出战的。唐门，不就是4000年前被我们日月帝国击溃的古老宗门吗？他还没消亡呢。你胡说什么？那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唐门的实力。冬儿，我们走。你是霍雨浩？你怎么？4000年前投降的是日月，4000年后被唐门踩在脚下的也将是日月。不信，你可以试试。冬儿，不会说话就闭嘴。真可惜，我还期待本届大赛跟霍雨浩再战一场呢。现在他已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